这个孩子实在是太坚强了，打小就是孤儿的自强，小小年纪就过着露宿荒野的生活，靠着售卖采摘来的山货勉强维持生计。上期我们讲到，自强在大桥底下的住所里被几个小孩欺负了，他已经下定决心重新寻找一个合适的居住地。只见他背上自己所有的家当，就向山里走去，来到一片棕榈树旁。这里地势平坦，且四周有高大的棕榈树护卫，是块适合安家落户的地方。将杂草清理完毕，预留出供自己容身的大小，他拿起柴刀就对地面展开挖掘。虽然这里的土质不是很坚硬，奈何他也没有趁手的工具，仅凭着一把柴刀艰难地将土层刨开。但是一想到回去就又会被欺负，自强还是快速将地面平整完成。而这时附近散落一地的棕榈叶柄也有了用处。自强拿出一卷绳子，将3根叶柄一端绑紧，而后只要将其撑开，就能得到一个稳定的三角框架。接着就要简单许多，围绕着三角框架交界处为支点，一根根靠上叶柄即可。就是要小心叶柄上的倒刺划伤手掌。材料不够了也没事，稍远些的地方还有许多，长度合适的全部抛回营地。有了充足的材料做支撑，自强加快了搭建的脚步。直到围出一个尖顶小屋的形状，自强来到屋内，在地上规划出自己睡觉的位置，沿着划线部分将外侧泥土刨去，高出的部分就是他的单人床。继续将周围泥土平整一番后，为了让自己睡得更加舒适，自强又马不停蹄地砍下新鲜的棕榈叶。他先拿回2根，测量了下床面的大小，而后将叶柄修剪成对应长度，这才继续收集来一大捆，每一根都要将2侧的倒刺去除，才能铺设到床面上。这样既能使得床铺更加干净的同时，也能隔绝开潮湿的土壤。躺上去试了试，大小刚刚好，既舒适又凉爽。庇护所搭了个大概，自强这才感到一阵饥饿，看了袋中已经没有食物，于是他背上背包，来到附近地里挖了木薯，回到庇护所，匆匆忙忙准备好烤木薯的柴火。天色也彻底黑了下来，自强点燃篝火，火光驱散了黑暗，也能让他显得不那么孤单。经过10几分钟的微烤，木薯表皮早已变得乌漆嘛黑，烟熏火燎的也让他的小脸抹得黑漆漆。自强没有在意这些，剥开表皮就狼吞虎咽起来，吃饱喝足。早已累坏的自强二话不说倒头就睡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天刚亮没多久，山里的雾气使得周围环境好像在水里泡过一样，非常潮湿。自强草草地吃过昨晚剩下的木薯，就继续投入到庇护所的搭建中。他先将周围杂草清理干净，随后将散落的石块依靠在框架周围，使得整个庇护所更加稳固。这还不算完，他提了一些泥土将四周压实。忙完这些，他又打上了棕榈叶的主意，只要稍加修整，就能作为天然的防水材料。自强耐心地从下端开始，一片片往上铺设，为了能更好地起到防雨的效果，每一片都选择这种交错叠瓦的方式，辅以自身的叶片进行捆扎，牢牢地固定在框架上。碍于身高的限制，它也只能铺盖到这个高度，顶端看上去还有点漏风，他也没有办法了，漏就漏吧。好好的休息了一阵子，自强背上背包，给大门做了个简单防护，就转身来到小溪边。他先在岸边砍了些小树苗，用刀背将其纤维敲散，抽出来制作成一根根绳子，全部捆扎在竹竿一头。这是要干什么呢？原来这是他自制的捕棒神器，抓来的蚂蟥仔细地绑到绳子上，来到溪水中，将棒子深入到石头缝隙中，只要有河蚌在，都会受不了食物的诱惑，合紧蚌壳，这样就能将其整个带出。转了一圈一无所获，而这时天空也下起了雨，自强只好回到岸边。刚想上岸，还抓了条鱼，运气还是不错的。来不及多想，当务之急是找个躲雨的地方。这个树洞看上去就是个不错的选择，可惜进去一看，顶部是中空的，根本没法躲雨。而这时雨也越下越大，只好在这将就一下了。雨没躲成，但是也有意外之喜，树洞内有着不少大蜗牛，正好解决了他的食物问题。瓢泼的大雨将自强淋得浑身湿透，再加上一阵阵冷风吹来，自强在树洞里瑟瑟发抖。
好在雷雨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虽然还在下，但也小了许多。自强回到庇护所，柴火也沾染了湿气，他艰难地点燃篝火，待到火势慢慢变大，自强选择把蜗牛丢入火堆中，而后他将抓到的鱼串起，架到火上慢慢烘烤。显然他也没有多少野外生存的经验，本应该等到柴火都烧成了炭，再利用余温慢慢烤制，这样直接在大火上烧烤。没一会，整条鱼都变得黑不溜秋，直到火变小，自强找出之前丢入的蜗牛，已经被烧得变了个颜色，先冷却一下，希望还能吃吧。吃过了焦黑的烤鱼，他也不嫌弃，掰开蜗牛壳就塞入了嘴里，虽然味道不怎么样，但好歹能补充点能量。吃过饭，自强将篝火熄灭，给大门做了下简单的遮挡，他躺到床上沉沉睡去。虽然这里条件艰苦了些，但对自强来说，不受其他小孩欺负，比别的都要来得重要一些。今天一大早，他在庇护所中醒来，昨晚他安稳地睡了个好觉，喝了口水，他就开始为今天的生计奔波，一路向着大山深处走去。他来到前几天摘过的龙贡果树旁，虽然已经被他采摘过一次，但黄灿灿的果实依然挂满了另一半树干。自强快速地爬上果树，开始他今天的采摘。低点的位置摘得差不多了，就爬到更高的地方，挂好袋子。自强也没急着继续装货，先填饱自己的肚子再说。吃饱以后，袋子也装满了。今天又是满载而归的一天。自强沿着山路一路向村子走去，穿过熟悉的小巷，他再次来到街上，选择在第一次帮过他的大哥门前摆好摊。自强熟练地将果子分袋装好。现在正值中午，街上的人并不多，但是路过的村民都会上前购买一些。一位大姐更是一下买了3袋带回家，短短半个小时，一大背包的果子已经售卖一空。略作思考，她快速收掉摊位，先来到小卖部买了些明天的食物，而后径直来到老奶奶家。这是要干什么呢？原来自强留了一袋果子想送给老奶奶，看得出来他也挺喜欢这位慈祥的奶奶。可是刚推开门，就看到老奶奶倒在了地上。自强摇了半天也没有反应，他伤心地哭了起来。好在老奶奶只是昏了过去，在自强的摇晃下悠悠地醒了过来。他赶紧搀扶着奶奶躺到床上，帮她将早已麻木的腿伸直。他想起上次奶奶告诉他药酒可以缓解症状，自强耐心地一边涂抹一边按摩起来，照顾好老奶奶。自强这才来到屋外，拾起自己的袋子放好。他急匆匆来到小卖部，问老板买了一盒止痛药，就一路小跑着回到老奶奶家。放下药盒，自强马不停蹄地开始点火烧水，看着他忙碌的样子，实在是太懂事了。外界下起大雨，自强仍然无微不至地给奶奶做着按摩。待到水烧开，他给奶奶泡了碗粉，小心地吹凉后，这才搀扶起奶奶，一口一口地喂给她吃。吃过饭，自强给奶奶喂了2颗止痛药，重新安排她躺下。自强将东西收拾好，清洗完碗，继续给奶奶按摩了一阵子。看着奶奶的症状已经缓解了许多，自强也忍不住困意上涌，躺在边上沉沉睡去。真是个既有孝心又懂事的孩子啊。第二天一早，自强迷迷糊糊从床上醒来，他已经好久没有睡过这么踏实的觉了。醒来发现奶奶已经不见了，担心他又出什么意外，他立马飞奔着去寻找。原来奶奶已经起来在做早饭了。自强询问了下奶奶的身体状况，两人一边烧着火一边聊了起来。奶奶告诉他自己今天已经好多了，他还有个儿子，可惜是个烂酒鬼，常年不着家，1年也回不了几次家，留下老太太一人独自生活。做好了饭，奶奶招呼自强吃饭，慈祥地问着饭菜是否合胃口。看着这个孩子，奶奶是越看越喜欢，于是问他是否愿意留下来一起生活时，这次自强没有再拒绝。一方面他早已渴望自己能有个家，另一方面留下来也能照顾到奶奶。吃完饭，奶奶示意把碗给他，他来收拾。自强摇摇头，表示自己能搞定。常年的野外生活早已让他养成了独立自强的性格。自强对新环境还是很好奇的，这里瞧瞧，那里看看。来到后院一起喂过鸡，他搀扶着奶奶回到床上躺下，给奶奶做起了按摩。两人安静地聊着天。奶奶告诉他后院有棵桂圆树，
果子已经成熟要吃，可以去摘，像极了小时候我去姥姥家的情景。自强矫健地爬上果树，3两下就摘下一束果子，回到屋子和奶奶分享起来。吃过桂圆，奶奶带着他来到自己的地里，年迈的奶奶没有精力照看这片田地，看上去都已荒草丛生，一起帮着奶奶割了些番薯藤，这些是回去拿来喂家里的牲畜的。回到家中，细细地将其剁碎，混合上一些泔水，全部喂给了这头大黑猪。猪看见有新的小主人来喂它，吃的那叫一个津津有味。说话的功夫，时间已经来到中午。自强点燃柴火，奶奶唤他出来抓一只鸡，来庆祝两人一起生活的第一天。两人好一顿忙活，将母鸡放掉血，奶奶在外面处理鸡，而自强自觉地打扫起家里的卫生，待到水开了。这时外面也下起了大雨，自强懂事地帮奶奶撑起伞，在一旁静静地看着奶奶给鸡拔毛。处理好鸡，大雨也停了下来。虽然自强不知道怎么烧这只鸡，但他仍在一旁做些洗锅端水的活，一人做饭，一人烧火，这个画面既和谐又温馨。做好了饭，按照当地的方式，他们俩席地而坐，自强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。至此，自强也多了一份羁绊。谁能想到，当初出于好心帮助的老奶奶，让他重新收获了一份家庭的温暖呢？也许当你付出一份爱时，也能得到一份回报，甚至超出你付出的时候，这才是人世间最温暖的事了吧。打小就是孤儿的自强，终于不用再过风餐露宿的生活了。经过自强的照顾，这2天已经好转了许多。征得自强同意后，奶奶邀请他留下来一起生活。为此，他们一起杀了只鸡来庆祝了一下。第2天一早，自强陪着奶奶一起喂过鸡，奶奶带着他来到衣柜前，只见他从柜子底部拿出一沓衣物，这是他昨天下午去店里买来的新衣服，准备今天给自强一个惊喜。自强看着崭新的衣服，也是满心欢喜，当即找了个角落脱下旧衣服。当他再次出现时，已经换了个模样，从他嘴角的笑意看得出来非常满意，尤其是这双新雨鞋，可以让他上山下河，再也不用担心划伤脚。节俭的自强还吩咐奶奶把他的旧衣服收起来，不要丢掉。而后他背上袋子和奶奶打了声招呼，就再次出门。他知道家里也并不富裕，自己力所能及的也应该赚点钱，一起维持这个家。毕竟他之前的生活也是这么过来的。一路来到大山深处，他发现一处荒废的住所，地上掉了些黄色的果子，掰开来尝了尝，味道还不错。边上有一根长竹竿，应该是以前主人留下的，正好方便了他采摘。一阵敲打过后，地上落满黄澄澄的果子，自强整整捡了半袋子。落到篱笆外的果子他也没有放过，直到把地上的熟果子捡完。自强来到密林深处，这里有一株野生的柠檬，别看都还是很青涩，但当地做菜都用得到这样的柠檬，自强自然是来者不拒，能卖钱的他都不会错过。眼看着又是满满一袋，自强这才背起包离开了这里。路过来时摘果子的地方，他再次看到了一旁精致的2层小竹屋。出于孩子好奇的天性，他忍不住上前查探一番。新长出的竹子已经把原有的地板破坏，看样子是真的荒废了许久。爬到2楼欣赏了下竹屋巧妙的结构，自强这才背上袋子重新出发。回到村子，自强依然选择老地方开始摆摊，倒出果子装袋售卖。对此他已经非常熟练，卖了好一阵子，眼见着雷声轰隆隆的响起，自强也不再坚持，收起东西就来到小卖部，询问老板娘是否有糯米卖。经过交谈，老板娘得知他还有青柠没有卖完，于是选择和他交换一下，半袋青柠换了1袋子糯米。回到家中，奶奶正在切香蕉树给牲畜做饲料，自强将糯米放下，并把今天赚到的钱一并交给奶奶保管，真是个懂事的孩子啊。奶奶也感到非常欣慰，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对自强好点。自强来到后院，就砍了几棵长在一旁的小竹子，这是要干什么呢？原来刚才已经和奶奶商量好，今天要包粽子吃，而这些竹叶就是包粽子的最好材料，收集了一大摞。自强将其一一清洗干净，而这时奶奶也在一旁将米搓洗一番，两人一起做完准备工作。
自强将竹叶上的水擦拭干净，奶奶负责包。两人虽然没有交流，但配合得像一对真正的祖孙般默契。奶奶虽已年迈，但从她干净利索的动作不难看出，年轻时一定是把干活的好手。自强闻了闻身上的汗臭味，自觉地出去换了套衣服。看着奶奶马上要包完粽子，他拿起家里的大锅，来到水龙头下好好的清洗一番。回到屋中，他将粽子一个个摆好，接上水，放到灶台上慢慢煮熟。等待粽子熟的时间里，自强也没有闲着，帮忙将东西收拾好后，又开始扫起了地。真是个勤劳又能干的好孩子。经过1个小时的等待，锅里的粽子已经散发出糯米混合着竹叶的清香，配上昨天吃剩下的鸡肉，两人其乐融融地吃了起来。即使屋外磅礴的大雨，也不能浇灭此刻屋内的温情。时间来到几天后，经过这几天的相处，自强也渐渐习惯了现在的生活，每天陪着奶奶干干家务，偶尔出去采摘些山货卖了换钱。今天奶奶带着他一起来到玉米地里，两人在地里拔起了草，除完杂草，又割了些红薯藤，准备拿回家喂猪，在边上帮了一阵子。自强拿起家里带过来的竹篓，就来到自家的稻田里。可以看到这片稻田连接着池塘，里面有着不少鱼。自强将角落的起口用泥巴堵上，这才拿起竹篓开始抓鱼。泥泞的田里让他走起路来不是很方便，于是干脆脱掉雨鞋，看准了鱼儿就往下照。你还别说，真让他抓到了条大鲫鱼。自强一路寻找一路抓捕，他也是乐在其中。奶奶在一旁给田垄除草，顺道保管自强抓到的鱼。没用多少时间，足足抓了有7、8条，看样子晚上又是丰盛的一餐，真是为他感到高兴。身为孤儿的自强再也不用过居无定所的日子了。上期我们说到，自强穿上了新衣服，他跟着奶奶来到田地里帮忙一起干农活，闲暇之余抓了一些稻花鱼。两人一路回到家中，并没有停下来休息。奶奶忙着切猪时，自强在后院将鱼儿取下，仔细地清洗起来，洗了一遍。他拿起刀，这些鱼他并不打算拿去卖，准备等会烤起来吃。这时奶奶也准备好了猪食，拿起勺子喂起了家里的大黑猪，待到将所有的鱼清洗干净，自强端起鱼来到屋内。奶奶已经架好了火，把鱼放到烤架上，也不用什么调料，可能是鱼足够新鲜，这样可以保留鱼儿原本的鲜味，或者更简单点，原因是家里也没有什么调料。自强把剩余的鱼装到碗里，放到冰箱里，留到改天还能再吃一顿。奶奶在屋里耐心地扇着火，自强来到后院冲起了凉，接了水就往脑袋上倒，也只有当地炎热的环境才能让他这么洗了。换了身衣服，自强不用别人吩咐就把衣服顺手洗了，挂好衣服，期待地看了看烤鱼，和奶奶聊了会天。他贴心地为奶奶捶起了背，帮助她放松一下。眼见着鱼也烤好了，取到盘子里装好，两人就这样吃了起来，相互都把自己认为最好的那块肉给了对方，真的是太有爱了。可正当他们吃到一半的时候，老奶奶似乎一口气没上来，捂着胸口人就滑倒在了一边。自强大声地呼喊着想要帮助奶奶，奶奶指了指冰箱上的药，自强也是马上回过瘾来，火急火燎地倒了杯水为他吃下药。足足过了好一会，奶奶才缓了过来。自强搀扶起她，一步一步小心地向着床铺走去。服侍奶奶躺好后，自强也不管有没有用，他拿了药酒给奶奶擦了起来。擦完药酒，自强仍然不敢离开，在一旁给奶奶扇着风，希望她能舒服点。就这样在一旁陪了一夜。自强起来给奶奶擦了擦脸，而后煮了一锅粥。按照当地的习俗，他烧了几张黄纸，祈祷奶奶早点好起来，搀扶起奶奶，耐心地喂给她粥，相信在自强的照料下，奶奶一定会恢复过来。时间来到第二天，自强照顾好奶奶，早早就出了门。没想到在山里遇到了自己帮助过的小狗，他也是好久没有见到小狗了，开心地抱了抱，一人一狗欢快地向着山里走去。沿着山道爬到山顶，自强发现了一株结满果子的柚子树，虽然还有点青，但对于爱吃酸的越南人来说也许是刚刚好。
他3两下爬上树干，就开始采摘起来。由于柚子的个头比较大，摘了5、6个就装满了大半袋。自强捡起掉落在地上的柚子，往山下走去。路过长满蕨菜的山坡，他又忍不住摘了一些，看上去比较嫩的就折下来。虽然已经感觉都要放不下了，自强仍然没有停下，继续采摘了一大捆，艰难地将其捆扎好。为了多卖些钱，他真的是很努力了。还好这一包东西看上去比较大，但并没有太重。自强沿着来时的小路下到山下，小狗不知道撒欢到哪去了，早已不见踪影，可能已经跑回村子里了。正当自强往回家走的时候，奶奶已经坐在门前等着他。看到自强背着山货，一副累坏了的样子，奶奶心疼地拄着拐杖迎了上去，接过背包，两人一起抬回了家。早已渴了的他倒了杯水，一阵牛饮。奶奶这时拿着塑料袋和竹篾出来，告诉自强要和他一起去摆摊。自强欣然答应，两人抬着包慢慢地向着街上走去。来到小卖部前，在征得老板同意后，他们将摊位摆好。有了奶奶的加入，准备工作做起来也快了许多。奶奶将蕨菜捆扎好，摆放整齐后，两人坐在一旁安静地等待顾客上门。好在没用多久，一位骑着摩托的大姐就停在了摊位前，买走了2捆蕨菜，后面又卖掉了几个柚子。又等了半个小时，这时一位戴着当地特色帽子的小哥走了过来，正是那天自强被欺负时帮助过他的那位。他也认出了自强，知道他被老奶奶收养后，也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。小哥干脆买走了剩下的所有东西，好让祖孙俩早点回家。收拾好摊位，自强搀扶着奶奶向着家里走去。也许正是这份相互扶持的情谊，才让他们能走到一起生活。几天之后，奶奶已经暂时的恢复了健康，正坐在床榻上做着刺绣。自强在一旁给奶奶按摩捶腿。看着今天天气不错，自强拿出竹篓和网兜，准备出去抓点鱼吃。晃晃荡荡来到自家稻田旁的小池塘，这里的水不深，但是看着应该有不少鱼，还有些小孩在一旁玩耍。自强观察了一阵子，就拿起竹篓往下照去，第一下就抓到这条大鲶鱼。可是好景不长，可能是水被搅浑，让他察觉不到鱼儿的踪迹，之后再无所获。继续胡乱摸了一会后，自强只好提着今天的收获离开。回到家中，奶奶早已在门前拄着拐杖等着他，如同那海上的灯塔，为晚归的孩子照亮归途。自强被老奶奶收养后，一起做家务，偶尔采些山货进行售卖，日子过得平淡又温馨。这天一早，自强照顾好大病初愈的奶奶，换上雨鞋，和奶奶告了声别，就离开了家，沿着山间小道一路往山上走去。直到他看到这棵结满果子的树，青色的果子挂满枝头，正好地上有颗掉落的果子，掰开来里面和山竹类似，尝了尝味道酸中微甜。对于爱吃酸的越南人来说，这个果子一定不愁卖。于是自强二话不说，发挥他爬树的特长，上到大树茂盛的枝叶之中，看着高度起码离地4、5米，但他丝毫不感到害怕。挂好袋子，就开始了今天的采摘。兴许是干活干累了，一边摘一边就吃了起来。在大树上吃着刚摘的果子，当真是惬意。摘够了果子，自强下到树下，但好像他还有点意犹未尽，掰开果子继续吃了起来。心满意足后，自强背上袋子，向着来时的路走去。可正当他望着四周的风景，没有留意脚下，一脚踩空摔下山坡，这一跤摔得不轻，自强直接晕了过去。眼见着时间不早，奶奶在门前左等右等不见自强回来，不放心的他只好关上门，拄着拐杖缓慢地向着山里走去寻找自强。一路寻找一路呼唤，奶奶艰难地在山林里前进。还好出发时告诉过奶奶今天的目的地，终于在这块坡地里找到了自强。奶奶看着倒在地上的自强，心都要碎了。在奶奶一声声呼喊中，自强悠悠地醒了过来，滚下山坡，再加上在炎热的野地里昏迷了好久，自强整个人都是迷迷糊糊的。奶奶见他这样，只好来到一旁的小溪里，用叶子舀了瓢水喂给他喝了一些，这才清醒了一点。真是多灾多难的一个孩子。奶奶搀扶起他，缓缓地向着家里走去。脚有点受伤的自强
只能倚靠着奶奶，单腿往家里蹦。好在这里离家已经不是很远，俩人回到家中，将自强放到床上。奶奶取来毛巾给他查看起伤势，可怜的自强右脚摔得淤青，擦拭干净后，奶奶也不是没有办法。她来到后院中摘了些树叶，这种树叶有着很好的治疗跌打损伤的效果，是当地的一种土方子。奶奶点燃柴火，将树叶放到火焰上烘烤一下，用手使劲地揉搓，以释放树叶的药性。而后来到自强身旁，将草药按压在受伤部位，再用布条绑紧。坚强的自强硬是没喊一声疼。包扎完，奶奶又煮了一锅粥，一勺一勺地喂给还有点迷糊的自强吃。奶奶前些天刚生完病，现在又轮到了自强，希望这些只是生活给予的一些小小磨砺，他们的日子一定要好起来呀。经过1个多星期的休养，自强的脚已经完全好了。闲不住的他一大早又往山里走去，一番寻找后找到了一丛竹子。今天出发之前，奶奶已经和他商量好，只要砍一些竹子回去就行，他们会用来制作一些糯米饭。自强砍了一小摞后，弯下腰对竹子做起了改造，用柴刀沿着竹节切割一圈，而后就能轻易地将其掰成一节竹筒。自强独自一人在这静谧的山林中默默地工作着，花了好些时间才把今天要用得到的数量完成，全部装到袋子里。他顶着烈日向着家里走去。回到家中，奶奶已经在挑拣糯米，自强放下背包也不做休息，就来到后院砍了一张香蕉叶放到竹筛子上，随后他拿出竹筒，一一在底部穿出一个小孔。奶奶这时拿了碗姜黄在水中清洗干净，来到屋内，将姜黄放到板子上细细地磨成末。俩人默不作声地各自干着自己手头上的活。待到自强把竹筒和香蕉叶都清洗一遍后，奶奶将黄汁浇到了糯米里，混合均匀后，糯米也染上了黄灿灿的颜色。而后奶奶负责给竹筒塞入糯米，自强在一旁将顶端用香蕉叶塞紧，街上其他小孩在愉快地玩着耍。自强耐心地陪着奶奶干活，不得不说实在是太懂事了，用了好些功夫将全部竹筒制作完成后，自强将其整齐地码放在大锅中，放上没过竹筒的水，他颤颤巍巍地将锅放到灶台上，剩下的就交给时间吧，相信一定不会辜负这对祖孙的辛劳。直到一场大雨过后，俩人抬起锅来到后院，放点水冷却一下，全部装到篮子里，各自吃过午饭，剩余的他们准备拿到街上售卖。来到相熟的一户人家前坐下，一群小孩就围了上来，你一根我一根，很是畅销。看样子这种竹筒糯米饭很受小朋友的喜爱，来买的都是附近的孩子。等了一阵再无人来买，他们提起篮子来到小卖部，奶奶在买日常用品。自强来到一旁，给认识的小朋友和老奶奶都分了一根竹筒饭，奶奶还买了一些自强爱吃的小零食一起交给他。买完东西，奶奶和老友们聊着天，自强坐在一边安静地听着。尽管这一天看似平淡无奇，但或许正是充满生活气息的瞬间，汇聚成了人间最朴实而美好的烟火气。